今天是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的第7次會議，也是4月的最後一天。大家有沒有感受到，過往4月是春天的季節，現在卻已經感受到夏天的感覺？這正是全球氣候變遷的現在進行式。根據世界氣象組織今年3月發布的觀測報告，從2015年到2025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11年。極端高溫、強降雨、熱帶氣旋等事件持續衝擊各地社會與經濟系統，這是地球能量平衡失控、氣候失衡達到臨界點的嚴正提醒。面對這些變化，都攸關我們生活的安全與品質。過去的6次會議，讓政府在減碳與能源基礎上奠定了穩健的基礎。如果把氣候治理比喻成一場球賽，減碳是長期防守，但面對1年比1年更熱的夏天，我們不能只有防守，而更必須主動出擊。而這個行動就是調適。減碳是為了不讓未來變得更差，而調適則是要讓現在變得更好。面對熱浪與旱澇，我們不能夠被動承受。在上個月的植樹節，我宣布推動都市林為國家級調適計劃，也在上周世界地球日前夕，跟環保團體代表見面時，提到在今天會議上，環境部將提出全國植樹計劃。這項工作的推動是台灣邁向永續發展最扎實的基礎工程。我們要將國土綠蔭提升到與電力、供水等高度，視為國家級韌性基礎建設。也請各位委員一起來思考，如何以專業、專責、專法來逐步布建與落實。接下來我們要積極執行綠蔭倍增戰略，有3個核心要素。第一，以科學評估落實精準選址。我們要在既有的植樹基礎上，進一步應用先進監測技術，分析全台灣的熱島分布與遮陰缺口。除了找出高溫區域，更要透過科學分析，確保每一棵樹都能夠種在最適合的地點，讓綠蔭發揮最大的降溫效益。第二，建構系統化的韌性網絡。我已經請行政團隊整合部會資源，與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將都市綠林、社區林帶與自然森林進行系統性的連結。我們要打破點狀治理的限制，建構完整的陸域強韌力網，讓綠色資源能夠跨域串聯，全面提升國土的防禦力。第三，發動全社會的共同參與。氣候調適需要全民的力量，我們要持續擴大公私協力，透過社會動員與資源整合，讓企業與社區一同投入環境護育。我們要將守護綠蔭轉化為全社會參與的在地行動，共同為下一代打造良適的家園。而氣候調適的另一條生命線是水，政府已經啟動跨部會流域系統性治理，從上游集水區保育到都市總和治水，在台灣打造具備自我修復能力的韌性廊道，守護國家每一滴珍貴的水資源。這些戰略方向現在已經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方案，行政團隊會在今天的會議中報告具體的規劃內容。首先由環境部報告全民生活韌性綠網氣候調適綠蔭倍增計劃，接續再由經濟部報告跨部會流域系統性治理水及流域永續發展行動計劃。我們常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雖然樹木成林需要時間，但現在種下的每一棵樹，治理的每一條河，都不只是景觀美化。只要我們好好守護、精準治理，今天的每一分努力，都會成為台灣最經濟、最直接的國土防禦行動。
誠如種樹的詩人吳勝之正所說的：“有樹啊，就有風；有風，就會涼；有樹啊，就有雨；有雨，就會涼。”啊，我們希望讓我們一起用行動留下一份守護、永續與希望的生命資產。謝謝大家。